既然这门婚事这么好，你怎么不让顾依依嫁过去？你怎么会嫁给一个半死不活的残废？要是不嫁，就等着给你那个老不死的外婆收尸吧！顾国成，快把外婆还给我！这不是我那个乡下长大、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姐姐吗？混账！你就是这么对爸爸说话的吗？真不愧是有妈生没妈养的野丫头，一点教养也没有。当然比不得你有教养。你当年不以后因我爸上赶着当小三的教，应该早就交给你女儿了吧？你才是小三呢！你一个小三是个私生女，急什么呀？还没轮到你。行了，我已经给你说好了一门婚事，是陆家大公子陆云征。婚事？你这20多年来从来没有养过我一天，凭什么擅自决定我的婚事？就凭我是你爸，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，能嫁到陆家那种豪门，以后就是荣华富贵，享用不尽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婚事这么好，你怎么不让顾依依嫁过去？哼，你怎么会嫁给一个半死不活的残废？顾国成，你想攀附上陆家，就用自己的女儿去换，别扯上我。你要是不嫁，就等着给你那个老不死的外婆收尸吧！不要动我外婆！我嫁你。少夫人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没看见人，泼到你身上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没事。刘妈，你看他是不是很可笑？傻子配废物，天生一对。不是，你竟敢打我们！打的就是你！我现在是陆家的少奶奶，别说打你们了，杀了你们的手段我都有。疯子，这是疯子，我们走。滚开！原来传说中残废无能的陆家大公子陆云征是这副模样，还真是名副其实啊！你，极怒攻心，心源性休克。你到底是谁？陆先生，我是你的新婚妻子顾青宁。刚刚你突然休克了，是我救了你。新婚妻子，救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去死？你就这么想嫁给一个残废吗？哎，陆先生，不是我非要爱着你的，但这场联姻不能失败，所以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。我当了3年的废物，现在是条狗，心情不好都可以踩我一脚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？那如果我说我可以治好你的腿呢？就凭你，连国际顶尖医学专家都做不到的事儿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的腿部肌肉神经萎缩的厉害，的确是不好治，但就算治不好，也不会比你如今状况差。现在你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，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啊？我听说3年前，陆先生初次接手陆氏集团的时候，就力排众议，为陆氏拿下一个100亿的项目，魄力非凡。如今不过一个小小的腿伤，竟然就将你打击得一心求死。看来他们说的没错，你不过也是个不堪失败的窝囊废罢了。怎么，愤怒吗？那就记住这种感觉，好好配合我的治疗。一个人只有站着，愤怒才会被人所害怕。你想干什么？还有知觉，看来情况不是很糟糕。你的意思是真的能治好我的腿？当然，只要你愿意配合我的治疗。好，我配合你。不过有一点很奇怪，按理说3年过去了，再碎的腿骨也该整好了，可你的腿骨却仍旧呈现一种碎裂的状态，就像是被什么药物强行抑制了生长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故意要阻止我的腿康复？哎，不排除这个可能，而且这个药物必须长期服用，才能不让你的腿骨恢复得快。想想到底是哪些人可以长期接触你的？看来我能活过这3年，
还真是要感谢那些人的不杀之恩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一切饮食和药物都由我来负责。好，如果你真的能治好我的腿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。一言为定。有些人啊，真不愧是穷酸地方出来的，竟然敢让我这个当婆婆的等着他，他真是有家教啊！不错，我从小的生长环境确实不富裕，但是你所说的家教，就是阴阳怪气别人吗？你说什么？昨日我就问过元征了，您一般晨起时间是8点，可是今日早起了整整1个小时，所以不是我让您等我，而是您早起了。你的意思是我在故意为难你？你一个费尽心机、千方百计嫁给陆家的女人，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？等等，您又说错了。如果没有您点头，根本就不会有这个婚事。所以，不是我费尽千方百计的爬上来，而是你们陆家光明正大的把我接回来。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？你以为你嫁进了陆家就可以作威作福了吗？刘妈，给我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不懂规矩的贱人！刘妈，夫人，我屋上还烧着水，我先走了。没用的东西！顾清宁是吧？才刚嫁过来第1天就敢跟我顶嘴，还恐吓家里用。今天我就亲自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还有没有一点廉耻心？妈，宁宁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打她？怎么？你这是要为了这个女人质问你妈？我现在是宁宁的丈夫，妈要打她，自然要告诉我她犯了什么错，否则我绝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她。这还是除了外婆之外，第一次有人愿意站在我这边维护我。我早就知道你是个不孝的东西，娶了媳妇就忘了娘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当初就应该让你死在那场车祸里边。妈，你说什么？那场车祸？什么车祸？我是说，我当时就不应该花那么多钱请那些医学专家来救你。你说的对，早知道这3年这么难熬，我当初还不如死了。我们回房吧。哎，这不是我那残废大哥吗？今天也出门了，稀罕事儿啊！哎，你这俩腿退化了没啊？哟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一事无成、游手好闲、吃喝嫖赌样样都在行的陆家2公子啊！你们明明是亲兄弟，怎么差距就这么大？你谁啊？你说谁不如这个残废？云琛就算是残废，也比你这个对家族企业毫无作用的3流强。你个贱人，谁给你的胆子敢骂我儿子的？宁宁是我的妻子，不是你口中的贱人。你就这么任由你老婆骂你弟弟？是陆少廷骂我在先，宁宁不过是有事说事。妈以后还是教教少廷怎么说人话，省得以后不小心说错话，遭别人报应。我们走。看什么看呀？没见你妈我被气着了吗？也不知道帮帮我。妈，你消消气，消消气。那个人是我大嫂。什么大嫂？只不过是一个被家里卖过来的女人，也就是那个不孝的东西把她当作宝。那么漂亮的一个大女，卖给一个残废，岂不是太浪费了？宁宁，怎么啦？陆少廷他有很多女人，他的私生活很乱，而且你说这些干嘛呀？他怎么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是想跟你说，你以后见到他，记得警惕一点，毕竟你今天也得罪他了。
他这种鼠辈，我才不怕他呢。反正你多注意就好。哎，你呢？别担心，这些天啊，等你身子调理好，我再给你治腿。好。麻烦让一下。大嫂，大半夜的穿成这样，勾引人呢？你干什么呀？放开我！大嫂，听说你和大哥一直是分房睡的啊？嫁给陆云珍那个残废，怕是连真正的女人都做不了吧？别怕啊，你这就帮你，让你真正被爱的滋味儿。陆少廷，你要敢动我的话，云珍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倒要看看那个废物怎么不放过我！贱人，你敢打我，出来卖的婊子，你装什么清高？老子就要得到你不可了！放开他！宁宁，宁宁，没事了，宁宁，没事了，我带你回去。伤了我就想跑啊，没门儿！云珍，放开我就让你这个残废好好看看，你老婆是怎么在我身下反转求欢的！云珍，没事，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要干什么？既然你这样想欺负我的妻子，那我就把你这脏东西给你割了！不要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妈，救我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天哪！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大哥要废了我！哎呀，你这个畜生！你是不是看你自己腿瘸了，也要害你弟弟残废呀？陆夫人对自己的小儿子还是偏心到了极点，每次都只会为了陆少廷去责怪云珍。你怎么不问问陆少廷，到底哪来的胆子，竟然想强奸大嫂啊？你放屁！明明是你突然勾引的我，然后我大哥就要拿刀捅我，妈，都是这个贱人的错。你竟然敢勾引少廷，还敢污蔑他！你是个贱人，才嫁过来几天就惹出这么多事儿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！你是不是想连我一起害死啊？妈，我从来没想过要害你，但你明知道陆少廷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还明目张胆的偏袒他，我的妻子我一定会守护到底。如果他再敢在我和宁宁面前放肆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云珍，算了，我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我们回去吧。妈，如果非要护着他，那就把他拴好了。别忘了，目前我才是陆氏最大的可控。如果他再敢在我和宁宁面前放肆，我会像赶一条狗一样，才赶出陆氏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陆云珍竟然又找回了自信，竟然敢威胁起我来了！万一我大哥真的要把我赶出陆氏怎么办？放心，明天我找你宋叔叔说说，让他尽快召开公司董事会，
把你推上陆氏的总裁位置，到时候即便陆云峥有股权，他也不能随便把你赶走。妈，还是你对我好。你放心，等我掌权了陆氏，我一定好好孝顺你。少廷，你可一定要坐上陆氏总裁的位置。如果让陆云峥得逞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好好休息吧。天杀的陆云峥，多在一天就是隐患。陆云峥，等我成为陆氏的总裁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说这些干嘛呀？如果这样算的话，那也是我害了你被陆少廷羞辱，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对你说声对不起啊？宁宁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对了，你现在身体调养的也差不多了，明天开始我就帮你治腿。现在很晚了，早点休息。等等。你干嘛？今晚你别去客房，住我这里。你想什么呢你？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啊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担心有陆少廷在，你一个人不安全。你放心，我的腿不能动，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要帮我治腿吗？住在这里更方便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我先去把东西搬过来。我还想说今天太晚了，明天也可以。你这么着急吗？不跟你说了。真要有这么一个妻子，好像也不错。陆少廷，你敢动我的人，我已经有了活下去的动力，我绝不会再让你胡作非为。给你1周时间，查出陆少廷这3年来以权谋私的证据。1周后，我要重掌陆氏。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，主要是推选总裁人选一事。我认为陆少廷这几年对工作是兢兢业业，可以当选。大家有没有意见？不行，陆少这些年来并没有为公司创造多少利益，相比较他大哥3年前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来说，根本微乎其微。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陆云峥当年再怎么厉害，现在他也只是个残废。别急，既然2位有异议，那我们就以投票的方式，看看陆少廷有多少人拥护他。看来除了2位，其他人还都是同意的呀。你们这分明是拿公司的利益在玩票。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就由我来担任陆氏集团的总裁。谁说没有异议了？陆总，陆云峥，你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以公司第1大股东的身份，反对陆少廷担任陆氏总裁。任命我当总裁是董事会的决定，你凭什么反？你凭什么？就凭你在公司这3年毫无建树不说，为了包养你的明星小情人，不顾公司董事和股东的利益，贸然涉足娱乐行业，甚至还挪用公款供自己玩乐，导致公司亏损近1000亿。胡说八道！你污蔑我！陆总，没有证据的事儿可不能乱说，否则别人会告你诽谤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证据？我今天来就是让各位看个明白，陆少廷到底对公司亏损了多少价值。这什么？才3年，竟真的让我们损失这么多？我绝不允许这种罔顾公司利益的人掌管陆氏。这可不行！我们也不同意。你有什么资格再说话？我今天过来，就是为了解决各位的难题。我准备以总裁的身份重新执掌陆氏，各位没什么意见？陆总3年前第1次接手陆氏，这带着获利，如今想重回陆氏，我万分赞同。我们也赞同。我们也赞同。我们也赞同。宋副董呢？陆总，你现在已胜券在握，
还需要问我吗？你对公司还有点做，今天先不追究你的事情。既然大家都赞成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我便以陆氏总裁的身份重整陆氏。陆少廷挪用公款以权谋私，即刻解除他身上所有职务，并赶出陆氏。萧特助，陆少，滚吧！我是陆家二少爷，你敢动我？陆总真是好手段，为了夺权，竟然不顾兄弟情谊，大义灭亲。我的家事还轮不到你插嘴。哼！哎，哼！如果我没回来，公司就要毁在他们手里了。当然是教训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等你毁容了，我看你拿什么勾引少廷。够了！你要是再敢拿刀对着我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住手！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？没事了。小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对我的妻子下手！大公子还以为自己是3年前的陆总啊，现在的你不过是一个人人厌弃的残废。就算我现在杀了这个贱人，你又能怎样？那我就让你知道我到底能如何，流氓！陆总，我相信你现在已经知道我是什么身份，毕竟这3年来你对我做的事也不少。你是想让我自己来审，还是你自己如实招？陆总饶命！我也是听命行事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对陆总不敬。陆总，你饶了我吧！刘妈，你干嘛要害一个残废呀？都3年了，他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，难道现在还能翻身不成？闭嘴吧你！大公子现在重新上任了总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竟敢对陆总不敬！什么？陆总饶命！陆总饶了我们吧，我们也是无辜的。谅你们也不敢这么做。说，是谁指使你们的？是不是陆少廷？这一切都是夫人让我们这么做的。云珍。滚吧！我不想再看见你们。是，多谢陆总，我们这就走。云珍，你没事吧？我早就知道他不喜欢我，那些佣人欺辱我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们只是想讨好他，没想到竟然是他让他们做的。我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他，让他这么恨我？别想了，云晨，你没有对不起他，都是那个女人，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陆少廷，是她太偏心了，都是她的错。宁宁，今天的治疗先缓一缓吧，我有点累了，让我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。好，那我就先出去，你早点休息啊，有什么事就叫我啊。好。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难道我的腿瘸了还不放过我吗？难道我就不配做你的儿子吗？啊！我听说陆云峥重回陆氏，成了陆氏总裁，这件事是真的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没事，我挂了。哎，等等，娘娘，嫁去陆家那么久了，你还没回过门呢。晚上你带云峥回来一趟。怎么？你又想占陆家什么便宜啊？别做梦了，我们是不会去的。你要是不来，那你这辈子就别想再见到你的外婆。你。
不行，不能任由外婆在他们手里，一定要把外婆救出来。等会儿他们来了，你们收敛点。陆云峥现在成了陆氏总裁，顾氏的一切全都要看他。你们要是敢惹怒了陆云峥，告诉你，我就要你们好看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烦死了。哎，娘娘，你来啦？最近怎么样？在陆家过得还好吗？哎，别看了，陆云峥他没来。什么？他没来？哟，姐姐，不是听说你们感情挺好的吗？怎么回娘家他都不愿意陪你啊？啊，会不会是这个残废嫌弃你是个乡下土包子吧？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我打的就是你。顾青宁，你真以为你嫁去陆家当了2天少奶奶，你就从麻雀变凤凰了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你就是被他们买去伺候人的下人。等陆云峥死了以后，看他们会不会放过你。是吗？那我倒想看看，这个世界上有谁能让我死。这是陆云峥，不是说病得快要死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回了娘家，想了想，我确实应该跟我岳父见一见。没想到，一进门就听见有人咒我死。我没有。哎呀呀，云峥，你误会了，刚刚是她们姐妹在玩笑而已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玩笑？那我说个不是玩笑的。萧特助，从今天开始，陆氏跟顾氏的所有合作全部取消。是。哎，不，等等，陆总，这种事开不得玩笑。你要是取消了合作，那我们顾氏怎么办啊？顾氏完了跟我陆氏有什么关系？少了一个顾氏，还有许多顾氏等着跟我合作。爸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快别说了！闭嘴！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说了。陆总，刚才是我的女儿不懂事，冒犯了你，我已经教训了她。你看我们这合作，宁宁，你来决定吧。顾家的一切我都听你的。没想到陆云峥竟然这么看重这个不孝女，看来我得重新估量一下她的价值了。娘娘，爸爸知道这么多年来你对我一直有怨，但是顾氏公司是爸爸和妈妈一手创立起来的，你不能眼看着你妈妈的心血付之一炬吧？你还知道那是我妈妈的心血？我妈陪着你白手起家，你在发达之后任由小三把她害死。哎呀，你都胡说些什么呢？都说了，你妈的死只是个意外。你也不用说那么多了，想要陆氏合作是吧？那就拿股权来换，我也不多要，把我妈妈当年的40%的股权给我，我就答应让云峥跟你合作。什么40%？我现在才只有75%的股权，给你40%，那我还要这顾氏有什么用？既然你不想给，那公司的合作也就不必再谈了。我们走吧。等等，20%，我给你20%，只能给这么多。你要是不答应，那我们就一起等着顾氏倒闭吧。那好吧，不过我还有个条件，把外婆还给我。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是再加20%的股权，还是把外婆还给我？你自己选。反正我妈妈不在世了，顾氏到底会不会倒闭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你好，我把人还给你。去，把人给我带过来。动作轻点儿，要是我外婆少了一根汗毛，今天大家谁也别想好过。外婆，你来接外婆来了。都是宁宁的错，让外婆受苦了。不苦不苦。走，宁宁带你回家。哎，外婆，我和宁宁来接您回家。你就是那个几年前那个年少有为的陆云峥吗？好孩子，哎，好。陆总，你看陆氏跟顾氏的合作，等你什么时候把那20%的转让书送过来，我们的合作就什么时候开始。竟敢这么羞辱！
要不是看你是陆氏总裁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没想到陆云真竟然是这样一个气度权势分毫不差的人物，凭什么这样的好男人竟然让顾青宁捡便宜？哼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陆云真抢回来。这是哪里来的老太婆？怎么跟到我们家来了？还不赶快让她出去！这是宁宁的外婆，从今天开始就在这里住下。是谁同意她在这住下了？她又不是陆家的人，住在这里成何体统？这是我的决定，谁也无法改变。你行，陆云峥，你现在在陆氏掌权了，翅膀硬了，连你妈我都敢顶撞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！自从你嫁到我们家，我们陆家就没有一天安生过。妈，你有什么不满就冲我来，用不着对宁宁发脾气。你还敢开口？你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啊！把你亲弟弟赶出公司，还顶撞你妈我，你简直是昏了头了！我看你都是被这个狐狸精给迷惑的。到底是谁昏了头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云峥做那些下三滥的手段，对于有能力的他这样打压，偏心你那废物无能的小儿子。您这不得不让我怀疑是您的眼光有问题，还是说云峥根本就不是你的亲儿子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云峥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他当然是我的亲儿子。妈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我辛辛苦苦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，20多年后竟然有人敢当着我的面说不是我生的，甚至连我的亲生儿子都在怀疑我。换作是你，你该怎么想？宁宁，你别说了。行了，这大半夜的，我在这儿也不是要说这些。你们想让这个老太婆住在这里也可以，那就把陆氏还给少廷。不可能，陆少廷挪用公款，以权谋私，给公司造成了大量的损失，我不可能把陆氏交到这样一个人手里。你凭什么不给？更何况你现在是一个瘸子，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有什么不好？出门在外只能给我丢人现眼。陆夫人，虽然云峥他双腿不能行走，但在外胡人不禁仰赞叹，觉得他丢人现眼。从始至终，只怕只有陆夫人你自己罢了。他只不过是靠着陆家大公子这个身份，如果没有陆家大公子这个身份，外边有谁会多看他一眼？妈，别说了，你最好让陆少廷安分点，否则陆少廷那仅有一点点陆氏红利，我都会给他一毛不剩的收走。宁宁，我们走。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。如果云峥不是陆家人，说不定3年前那场车祸他也不会遭遇。你们，宁宁，我们走。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了那场车祸的真相？外婆怎么样？没有被我妈吓到吧？没有，她已经躺下了，你别担心。这次是我不好，没能处理好和妈这边的事情，害得你和外婆受了委屈。一直都是你护着我们，受委屈的是你才对。不过，我想问你件事情，当年你的那场车祸，真的只是意外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难道你怀疑那个车祸是有人设计？我只是觉得太凑巧了，正好在你接手陆氏做得最好的那段时间，就出了车祸。我也曾怀疑过，但是我让人查过了，那的确是一场意外。否则，暗中设计的人为何只是废了我的腿，而不是让我直接死在车祸里？会不会那个人并不想让你死，只是想要限制你在陆氏的地位？别想了，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，再想也没用。今天也累了一天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看来，即便被那么对待，云峥内心还是不愿意怀疑柳素芳。但刚刚我提到车祸的时候，柳素芳的表情明显不对。上次也是，那场车祸
真的跟他无关吗？这件事就麻烦你了，最好快点给我结果，这是定金。顾小姐放心，你要的东西我一定尽快给你查到。最近云珍的治疗很顺利，想来过不了多久她就能重新站起来了。但3年前车祸的事一直没有查明，为了防再出意外，还是查一下比较好。这张脸看着有些面善，怎么好像有点熟悉的感觉？忧思郁结，长期睡眠不足，脾胃亏损，看来这位夫人有很重的心事。这位夫人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好多了，谢谢你啊，姑娘。您的身子太虚弱了，忧思过重，这样会拖垮您的。您需要好好放松放松自己的身体，多做些开心的事情。谢谢你的关心。对了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在哪家医院就职啊？今天你救了我，改天我备上谢礼去找你。不用不用，我救你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不用谢的。我姓顾，学中医的。顾，是那个顾氏集团吗？顾小姐，我叫秦舒，今天你救了我，回头有空闲的时候，我一定邀请你到家里玩。好啊，可以啊。夫人，先生叫我来接你。顾小姐，今天就多谢你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不客气，带夫人回家吧。这位夫人看着气度不凡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的，不过看她的身体状况，想来也是豪门世家，日子不好过。也是，陆家不也是这样的吗？就连云珍都不能幸免。妈，站住！这大半天的干什么去了？正好现在没有旁人，不如我用车祸的事试探他一下。也没做什么，就是前2天调查了一下3年前云珍出的那场车祸，今天有人给我说了有一点线索。什么？谁让你去查的？你身为陆家的媳妇，不好好在家照顾云珍，照顾这个家也就算了，你竟然还出去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到底有没有把我们陆家放在眼里？追查伤害云珍的凶手，怎么算乱七八糟的呢？妈这么激动，是不想我查出凶手是谁吗？还是说，难道妈知道凶手是谁，或者伤害云珍的其实就是妈你自己？你胡说什么？云珍是我儿子，我怎么会害他？车祸的事果然跟他有关，但现在还没有证据，云珍也不愿意怀疑他。暂时还是不能将此事彻底戳穿，以免被他反咬一口。唉，是我不对，我只是一时生气才说了那样的话。妈虽然偏宠二弟多一些，但毕竟也是云珍的母亲，虎毒不食子，妈不可能做出伤害云珍的事，对吧？哎，你说的对，其实那件事儿就是一个意外，这个事儿啊，你就不要继续再查了，以后在家好好照顾云珍也就是了。妈说的是，我不查了，那我先回房间看看云珍。去吧。喂，哦，3年前车祸那件事儿，你到底处理干净没有？处理干净了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赶紧把少天弄回陆氏，不要等到陆云珍在陆氏站稳了脚跟，到时候少天还怎么跟陆云珍抢？你就放心吧。那你抓紧办吧。你看，这是宁宁5岁时候拍的照片。当时啊，他还要帮我抓大公鸡，被那个大公鸡撵得满院子跑。结果呢，哭着喊着说大公鸡要吃。哎呀，外婆，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呀？这一转眼呢，小姑娘变成大姑娘了，也嫁人了。
外婆呀，也老了，也变成宁宁的累赘了。才没有呢，外婆永远是宁宁最亲最爱的人。傻孩子，能陪到你永远的，可不是外婆。以后你们夫妻两个要互敬互爱，这样等到我以后到了地下，也就放心了。呸呸呸！什么地下？不许说，外婆好着呢，我还要跟着外婆一辈子呢。好，好，外婆不说这些了。外婆呀，就希望你们赶紧给我生一个曾孙子，我好帮你们带孩子呀。外婆，你累了吧？我先送你回房间休息。好，哈哈哈！哎呦哎呦，行，我也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，我不用你送，你赶紧给我加油，生个曾孙子来。好了，回去吧，别出来了。外婆，外婆说想让我们给她生个小曾孙。没有啊，她胡说的，你别放心上。你干什么呀？宁宁，结婚这么久了，我们还没有履行过夫妻义务呢。外婆对我们的期待很高，不如今天我们就……等，那个，你现在身体还不行。行不行这种事儿，不得你用身体亲自检查一下吗？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呢。我是说，你的腿暂时还不能剧烈运动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我们过2天去给外婆挑选礼物，顺便去准备一下下周去荣家参加宴会的礼服。荣家？你是说那个极尽影视的荣家？对。他们不是不参与与外界来往吗？怎么突然办宴会啊？据说是荣家主和荣夫人为了他们的孩子举办的。不过具体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。但是我们陆家能得到他们的邀请，也算是对我们陆家的认可。好，那我这几天去准备一下。想来那时候云珍的腿也应该好了。那就先来检查一下你的医疗成果。荣家的请柬还是特意给我的，爸妈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送请帖的人清清楚楚说是送给顾小姐的，这还能有假？想不到我们依依还能接触荣家的人，我们顾家可从来都够不上那些豪门世家。你呀，还真是给我长脸了。可是我不认识荣家的人啊，说不定是荣家哪位公子隐藏身份跟你接触过，看上了你。哎呀，你也别磨叽了，回头啊，我带你去挑完礼服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荣家的宴会。这种能去参加荣家宴会的人可都不一般，你若是能认识1、2个，那肯定能助我们顾氏更上一层楼。你妈说的没错，依依啊，我们顾氏的未来就全靠你喽。爸妈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哟，顾青宁，你怎么有脸来这种地方？这儿可是荣家，是你这种乡下土包子能来的地方吗？我不能来，你就能来了？我当然能来呀！看到了吗？这可是荣家专门给我的请帖，特邀顾小姐参加，专属请帖。你有吗你？现在不就有了？多谢妹妹特地送我请柬，你还给我！还？这明明是我的请柬，我为什么要？这分明是我的。你的？这写你的名字了吗？这明明写的是顾小姐，我也姓顾，那你怎么说这不是送给我的？这分明是我的。顾青妮，你要不要脸你？顾青妮，这不是那个瘸了腿的陆总的妻子吗？听说她是乡下长大的。一个瘸子，再有权有势，正常人家的千金，谁愿意嫁给他呀？不就只能寻了个土包子呗？
大嫂也来了，大哥呢？是不是他觉得自己残废，不好意思，自卑了？你这个显眼包都不自卑，云峥为什么要自卑？顾青宁，别忘了，你是仗着陆家的面子才来这儿的。现在陆云峥不在，你要是再敢挑衅，信不信我让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名声扫地啊？你不如说说，你要如何才能让我的夫人名声扫地啊？本以为残疾的陆云峥也还不错，没想到他腿治好以后，竟然这般心软。早知道当初我就自己嫁了，白白便宜了顾青宁。我的男人，我一定要抢过来。对不起，宁宁，我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晚。你的腿竟然治好了？不可能，这肯定是假的。怎么，你就这么笃定我的腿这辈子治不好了？用了这么多药，怎么可能治得好？你怎么知道云峥的腿被下了药？难道就是你指使的？当然不是，他再怎么说也是我亲哥，我怎么可能害他？行了，宴会要开始了，我先进去了。陆少廷虽然慌，但说那话时却不心虚。看来那药很大可能不是他下的。我没事。可如果是柳素芳，难道真的有这么狠心的母亲吗？云峥知道之后该有多难过啊！顾青宁，快把请柬还给我！各位怎么还站在门外啊？快进去进去啊！啊！是从陆夫人，快进去进去啊！啊！没有，荣家主费心了。好，众位满意就好。荣家主、荣夫人，这里有人试图抢请柬，混进荣家。不知这位小姐是哪家的千金？荣夫人，我是顾氏集团顾国成的女儿顾依依，前几日收到贵府的请柬，前来参加宴会。顾家的小姐？顾小姐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没想到您竟然是荣夫人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久等了，是青宁的错。说什么呢？这有什么错呢？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哎，夫人，哎呀，你认错人了，这是陆家的孩子，实在有些对不起，我夫人有些激动，认错人了啊！非常抱歉，没吓到你们吧？没事，没关系。哎呀，你看你，荣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哎，年纪大了，老眼昏花。走，我们先回去，先去吃饭吧。走吧。等等，荣夫人，刚才就是这个顾青宁抢了我的请柬，她心怀不轨，你们应该把她赶出去。你说是这位小姐抢了你的请帖？是的，荣夫人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看看她手上的请柬，那个分明就是贵府给我的。我的确给顾家下了请帖，但是我是给这位顾青宁小姐的。既然顾小姐没有收到请帖，那你还是请回吧。请。对，贱人，你这个贱人顾青宁，凭什么大家都要对你这么好？就因为你嫁给陆云真？不服，我一定要把陆云真抢到手。今天啊，请各位来，主要是为了我们那个未曾谋面的儿子。这个项链啊，是我夫人的传家之宝。今晚上拍卖完的钱，我们将会全部捐献。我和我丈夫的孩子很早就丢了，我不知道他身在何处，过得好不好。我只希望尽我的一点绵薄之力，让他过得好些。这款项链是荣夫人的家传之宝，市值为1个亿，今晚起拍价为3000万，每次加价不限。现在开始起拍。5000万。陆云峥竟然想跟我抢，我绝不能输给他。6000万。8000万。1个亿。大哥，我觉得这条项链跟我挺有缘的，要不然你让你弟弟吧。
这与让不让无关。我也是感动于荣家主和荣夫人的一片爱子之心，只是为他们的慈善事业献出一份心意。这么说，你不让？你要是想要的话，尽管出价就是1亿2千万，1亿3千万。陆云正，现在这条项链的价格已经高于市场价3千万，你确定你还要跟？自从你被赶出陆氏集团之后，整天在外面挥霍无度，我猜到你的极限了。区区1个亿啊，怎么可能到我的极限？1亿5千万已经是我现如今所有的身价，我还有最后一次加价的机会，用1亿5千万换荣家的助力，是吗？既然如此，1亿8千万。陆总出价为1亿8千万，还有人要加价的吗？怎么这么生气做什么？不过1亿多而已。1亿8千万一次。你要是真的想要这条项链的话，可以继续加价，我保证不跟你抢。1亿8千万2次，1亿8千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陆总。以后这条项链就是你的了。荣夫人客气了，我也是感动于您2位的心意。您放心，您的孩子一定会找到的。谢谢。好了好了，今晚的拍卖会到此结束，请大家尽情的享受晚餐吧！啊，哈哈哈哈哈！我都忘了，你这个人一向诡计多端，为了得到荣家的助力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啊！夏虫不可语冰，你自己诡计多端，就以为别人跟你一样吗？算了，一条项链而已，我拿着也没什么用，让给你了。陆云峥，就让你先嚣张一段时间，等我重新回到陆氏，我一定要把你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你的女人，全都抢过来。没想到荣夫人为了她的孩子，连传家宝都舍得捐出来。宁宁，怎么了？这半年来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，我不仅没有帮到你什么，还害得你被我妈欺负得这么惨。我知道单纯的道歉并没有意义，所以你愿意让我用余生来补偿你吗？我答应过要治好你的腿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更何况你妈也欺负不了我啊，而且你还救出了我外婆，所以你不欠我什么。不，我欠你的太多了，但是我感谢这些相欠，正是因为这些，我才能和你相遇相知。宁宁，我爱你，所以你愿意从今往后陪我一起共度余生吗？我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事儿了。是我应该感激你才对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也拿不回我妈妈的东西，也救不出外婆。而且你在你妈妈面前处处护着我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。不行，我今天不方便。对不起，念念，是我对你的关心不够，竟然连你的特殊时期都忘了。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放心，我不逗你了，晚安。这个项目关系到整个陆氏下半年的资源规划，一定要。诸位开会，怎么不叫我呢？抱歉，陆总，陆少非要闯进来，我没能拦住。没事，你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，还来干嘛？谁说我不是陆氏的人了？我现在手里有陆氏集团15%的股权，我是陆氏集团最大的。我来参加自己公司的会议，有问题吗？你不是只有1%的股权，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？是我转让的，我身为公司副董，转让点股份没问题吧？
哈，原来是宋副总，那当然没问题。宋建中竟然给陆少廷转了14%的股权，那他自己岂不是只剩下10%呢？这不太像宋建中利己的性格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陆云峥手上还有30%的股权，要想跟他争，我必须想办法让爸把他那40%的股权给我。不过爸这大半年一直在忙国外的事情，一时半会儿也急不来。现在我能在这儿了吧？你虽然有股权，但却没有公司的职务。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，股东禁止参加高管会议。肖特助，把人请出去。是。陆少，请吧。陆云峥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赶我一辈子。没想到陆总才回到公司没几天，就对公司的规章制度这么熟悉，真是令我佩服。宋副董的心思要是能一直落实到公司建设上，也不至于白白送出14%的股权。你好了，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，大家散会吧。没想到陆云峥比3年前还难对付，哎，看样子不能小觑啊。你说你是顾青年的妹妹，那你为什么要跟你姐姐抢男人啊？不是我抢的，这桩婚事本来就是我的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而已。听说陆少喜欢我姐姐，而且很不满陆云峥把你赶出陆氏，不如我们两个合作一把。合作？怎么合作？只要你把我要的信息给到我，我就帮你拖住陆云峥。你去找我姐姐，我们两个各取所需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办住陆云峥啊？这就要看我们陆少愿不愿意跟我合作了。我们两个合作，我就能帮你拖住陆云峥。好，合作愉快。宁宁，哎，陆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在家里吗？陆少廷，是你？是我呀，大总，很意外啊。陆少廷，云峥很快就会发现我不见了。如果你现在把我放了，我就不计较这件事情，否则云峥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就凭陆云峥那个废物，大总，你长得实在是太好，比我之前见过的所有女人都要好看。只要你愿意跟着我，就保证不只对你一个人好，怎么样？跟你要脸没脸，要财没财的人渣，你觉得你是哪里比得上云峥？还妄想跟云峥抢人？谁说我比不上那个废物？你不会还在等着他来救你吧？实话告诉你，他现在就在隔壁，想必已经跟你妹妹滚上床了。什么？本来我是想好好对你，但是你敬酒不吃吃罚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云峥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我现在就来救你。陆总，你就别挣扎了，花大价钱买的东西，你抵抗不了的。滚开！你嫌弃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对顾青宁百般呵护，却对我如此冷漠？宁宁是我的妻子，我愿意对她好，你有什么资格跟她比？如果不是顾青宁，现在我们两个才是夫妻。如果不是那个贱人，你现在爱的人是我。如果当初嫁到陆家的是你，我根本就不会同意这场婚事。啊！既然你对我无情，那我就偏要得到你。我倒是要看看，你要了我以后，顾青宁还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？顾依依，放开云峥！
放开，姐姐，你没看到云珍在这儿情不自禁吗？如果你非要站在这里的话，我也不介意当着你的面儿跟云珍。云珍，你别着急呀，别急，我来帮你。云珍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走。云珍，你怎么？宁宁，帮帮我！宁宁，我被顾依依下了药，帮帮我可以吗？怎么办？可以吗？宁宁，我爱你。醒了。你看着我干嘛？宁宁，我昨天晚上被下了药，所以……你不用道歉。而且我是自愿的。宁宁，你放心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辜负你。我信你。昨天晚上的事肯定是陆少廷和顾一合谋设计的，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你放心，他们两个既然敢对我动手，我绝对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陆雪白，收起来！陆少，前几日有人拍到你和当红女星乔乔的亲密照，请问这一幕是代表你们两个人已经分手了吗？还是说你在背后脚踏两条船？顾小姐，听说你之前去荣家参加宴会的时候就被赶了出来，如今这样是为了想要踏入豪门的圈子才扒上陆少的吗？都是顾青妮陷害我，是她这个贱人！顾小姐，你对你妹妹的指控有什么想要解释的吗？我不需要解释，我现在是陆家少夫人，我为什么要陷害我妹妹？难道就是为了让她变成我的弟妹吗？你这个贱人！闭嘴！陆总，听说陆少拥有陆氏15%的股权，今日的事一出，陆氏的股票跌了不少，热搜上也全是对陆氏的声讨，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？今日之事的确是我陆家管教不严，令广大信赖陆氏的朋友们心寒，因此我以总裁的身份，还有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决定，即刻起收回陆少廷所有股权，并将其赶出陆氏。陆氏会一如既往做让大家信赖的品牌，还请大家相信陆氏。各位，今日采访到此为止。我们陆总呢，为各位准备了丰盛的早餐，各位这边请。陆云峥，你敢收回我的股权？有什么不可？是你屡次行事罔顾公司利益，还做出这种事情。从今天开始，陆氏的一切都与你无关。喂，啊，什么事儿啊？爸回来了，他已经知道了今天的事儿，你赶紧回来吧。好。哎，陆少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现在是你的人了。我管你怎么办？哎，今天这事本来就是你搞失误了，我不找你麻烦已经算好的了，别想缠着我啊！陆少，别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，陆青妮。混账东西！你还嫌上次被荣家赶出来的事不够丢人吗？竟然还敢去招惹陆家，你得罪得起吗？依依不也是为了顾家好？你打他干什么？他也是被人设计陷害的。你还护着他，当初要不是你把他惯得无法无天，怎么会有今天这种事情发生？现在外面人人都说我顾国成为了攀上陆家，卖了一个女儿不够，还要再卖上一个女儿。那是别人不知道情况，胡说八道。行了，现在开始，你们母女两个哪里也不准去，在家里给我好好反省反省。
姨，你爸爸也是为了公司的事太忙了，你别难过啊，别哭了。我知道妈，这一切都是顾青宁搞的鬼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妈知道。爸，你回来了。爸。我说让你做了吗？爸，今天的事我也是无辜的，是大哥他。你是想说，是云增设计让你跟着顾小姐？就是他。你还好意思说是？就你这样，云峥有什么可设计你的啊？怎么没有？他是为了我那15%的股权呢。我不过就是睡了个女人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哎呀，行了，你少说一句吧。你是个蠢货，你给我跪下！知不知道你的这件事情，今天一上午公司的股票跌了多少啊？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只关系到你个人？你是陆家的二少爷，你所做的一切关系到整个公司的利益。郑言，别气了。消消气，这次啊是少廷做的不对，不过呀，云峥已经罚过他了，你就别气了。妈说的对，爸你就别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就不好了。不过之前云峥在媒体面前说那些话都是权宜之计罢了，毕竟这公司还是爸的。虽然二弟让公司亏了好几10个亿，不过怎么惩罚二弟，当然还是爸爸说了算。明知道你爸还在气头上。行了，你们都不要说了，今天这件事情就按云峥说的去处理。明天我就对外宣布，将你从陆氏除名，彻底赶出陆氏集团。你别把我赶出陆氏，我是你儿子呀，爸。郑言，要不你再好好想想，少廷他毕竟还小。小？都25、26的人了，多大算大？云峥也不过比他大2岁，处理事情怎么这么周到？少廷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被你惯的。爸，都怪你！你身为少廷的大嫂，你不帮他说话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故意说那种话让郑言罚他。都是你们2个害得我真的要把我从陆氏除名。明明是你们2个害我，为什么被罚的？少廷，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样啊？陆云峥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已经害得你弟弟被赶出陆氏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打他？妈，我早就说过，没有人可以动宁宁一根汗毛。如果你再敢欺负宁宁，那我就在陆少廷身上10倍奉还。你这个冷血无情的不孝子，我真是白养了你20多年。你要护着他是吧？那我就打死你！你这个贱人，放手！妈，再偏心也要有个度吧。如果你想让陆少廷以后的日子好受点，我劝你对云峥客气点。今天这一巴掌，云峥既然替我还了，那我就不计较。但我同样告诉你，云峥是我丈夫，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敢欺负他。站住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！爸现在还在气头上，陆少廷已经被赶出陆氏了。如果你要是想让爸再把他赶出陆家，你们就尽管闹吧。陆云峥敢打我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这个逆死！一想到他这么不孝，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还不如换个孩子抱回来。什么换个孩子？没什么，你听错了。妈，我不想被赶出陆氏，现在只有你站在我这边，你一定得帮帮我呀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这就找你爸说说。我就不相信他就这么狠心。郑言，你刚才在楼下说的都是气话吧？少廷和云峥都是你的儿子，你不能厚此薄彼呀。谁说我说的是气话？你不是不清楚，这次要不是云峥处理的及时，陆氏得损失多少利益，多少名声？陆氏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经不起这个败家子的挥霍。
可少廷说的也没错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糊涂！那可是你大儿媳妇的妹妹，这种畜生事儿都做得出来，她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不要再说了，这件事就这么处理。唉，那好吧，你消消气，再好好想想。这死老头犟得跟牛一样。既然他这么看重陆云峥，我倒要看看，要是没了陆云峥，他还能真不把公司交？唉，陆正言已经对外宣布了要将少廷赶出陆氏，算是彻底绝了少廷继承陆氏的权利。他很看重陆云峥，已经有了要将陆氏交给陆云峥的意向。唉，照你这么说，少廷想继承陆氏，只有一个办法。这件事你来安排。我们谋划了20多年，这一次一定要将陆氏拿下。吴小姐，这是你让我查的东西。3年前撞陆总的那个司机，在车祸后收了一笔巨款就出国了。我顺着查了一下，汇款人是陆氏副总裁宋建中的妻子。可是，在1年前，宋建中的妻子病死了，逃出国外的司机也因为陷入了国外斗殴死了。死无对证，难怪他们笃定别人查不出来。这已经是我尽力查到最终的结果了，可惜很抱歉，线索到这里就断了。没关系，能查出来这些就已经很好了。柳素芳和宋建中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吴雪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尾款等我回去之后再打给你。资料我就先拿走了。柳素芳根本就不在乎云峥这个儿子。今天他和宋建中在一起，说不定又有了什么动作。还有这些资料，必须赶紧赶回去告诉云峥。云峥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妈，她今天……你要说的是不是这个？你已经知道了。你在调查他？不是查他们，是之前宋建中给陆少廷转让股权的时候，我觉得蹊跷，就让人去查宋建中。这是我的人刚发过来的。那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去那里吗？不知道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而且我查到3年前车祸那件事情跟宋建中有关系。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一切线索都指向宋建中。可是这件事情呢，直接接触的人全都死了，死无对证。哼，不愧是宋建中。哦，还有3年前车祸那件事儿，你到底处理干净没有？哎，对，赶紧把少廷弄回陆氏。云峥，我知道你不愿意怀疑你妈，但是宋建中他绝对就是3年前车祸事件的主谋。你妈今天跟他在一起。我怀疑他们会再次对你出手。我妈她，这件事我自有分寸，我会让人查清楚的，别担心。云峥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你跟外婆2个亲人。你放心，就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让自己有事的。妈。真的是你吗？告诉我你不是。陆总，查宋副总的人传来消息，说是他们在你的车上动了手脚，想要再次制造一场车祸，置你于死地。刘妈，我爸呢？陆董出去了，说是去赴个什么宴啊？哎，我车还停着吧？哦，陆董开走了。什么？为什么我爸今天开我的车？好像是陆董自己的车子坏了，就开你的车走了。陆总不好了，我来不及阻止，陆总出车祸了。医生，
我爸他怎么样了？患者伤势太重，失血过多，已经陷入了休克。我们现在急需给他输血，但是血库里暂时没有与患者血型匹配的纯血。我来，我的身体很健康，你们需要多少都可以抽。那好，我安排人给你测一下血型，没问题的话就不用测了，我就是 B 型血。你们现在赶紧安排人去给我抽血。不对，你们的血型不匹配，患者是 A 型血。什么 ？A 型血？怎么会？云真，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妈她也是 A 型血。你确定吗？2个 A 型血怎么可能会生出来？现在什么情况？这眼怎么样了？妈，刚刚医生说爸失血过多，需要输血。云真正要抽自己的血呢，刚好二弟来，就让他俩一起去抽血吧。毕竟他们是爸的亲生儿子，血型一定匹配。不行，不能抽。为什么不能抽？妈，现在爸危在旦夕，医院一时找不到急用血，就让他俩去吧。我相信二弟是愿意的。是啊，妈，你就别磨叽了。医生，带我去抽血。不行，不能去，抽我一个人的就行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哪有当儿子在场还要妈去抽血的道理的呀？哎，走。哎，你常年在外喝酒玩乐，自己的身体都不健康，万一你的血对你爸有害怎么办？还有你腿才刚刚恢复不久，妈也是对你关心，抽我一个人的就可以了。医生，走，我们赶紧。云真，你没事吧？我真的没想到，活了快30年，结果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很有可能不是自己父母的亲生儿子。其实不是真的也好啊。这样想，你妈不喜欢你，只是因为你不是她亲生的，对吧？我相信你亲生母亲是不会这么对你的。宁宁，谢谢你。你这么说，我心里放松多了。让我也知道，我并不是那个不被父母宠爱的孩子。哎妈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哎，没有，还是我们家少婷最关心妈。不像有些人都这种时候了，还在卿卿我我的。我们关不关心你有我们的理由，而且你对让2个儿子去抽血那件事情反应这么大，难道这中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行了，少说一句吧，就你牙尖嘴利，一天到晚的，我都没见过哪家的媳妇像你一样，天天的顶撞婆婆。还有你，云峥，虽然没让你去抽血，但是你爸开你车出车祸这件事儿，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妈想让我解释什么？你说解释什么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。爸出车祸，这辆车是你的，你是不是想害爸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提前知道爸今天会用我的车，所以故意安排了一场车祸？你是不是为了栽赃我，连最基本的思考逻辑都没有？这种事怎么想都是你干的呀！少年说的没错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爸这么看重你，你却为了权力在他的车上动手脚。看在你是我儿子的份上，我也不逼你。自己去自首吧。爸现在只是出了车祸，根本没有人说是对车动了手脚。妈怎么一口咬定是车子被动了手脚，还这么着急给云峥定罪？难道你是在掩饰什么？还是说现在是贼喊捉贼？不管你们怎么解释，这个事儿我必须要调查清楚。这人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一辈子，老了还要被害。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凶手。陆总，我们抓到那个肇事司机了。陆总，在车里动手脚的就是这个人。原来就是你撞了我丈夫，肖特助，你还把凶手带到这里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他带走，送去警局？走，等等，你先回去吧。妈，你不是说要追查到底吗？所以我让肖特助把人带给你。
现在犯人就在这里，妈你放心，我肯定会把幕后黑手给你揪出来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动我的车？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你？你不说话，是不想说还是不能说？要知道，以陆家的力量，会把你身后的人查出来是迟早的事。你要是现在说，还能当个从犯从轻处置；你要是不说，那我陆家将你当成罪魁祸首，让你无论如何只有死路一条。想清楚了。我说，该死的，不是说都安排好了吗？结果不仅抓错了人，还被他们抓到了人证。你最好老实交代。要知道你现在撞的是陆氏董事长，你也不想因为自己说了假话而连累你一家妻儿都活不下去吧？就是我动的车，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是我自己想杀了陆振言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说你想杀我爸，为什么？我爸是哪里得罪你了？因为我是陆氏的老员工，前不久陆氏裁员，把我给裁了。我一时气不过，所以想杀了陆振言。裁员是公司经营流转的正常流程，你没有能力，裁你是理所当然。你竟然敢对陆氏董事长进行谋杀报复，赶紧把他送去警局，让法律来制裁他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你们有没有听见我的话？真相已经出来了，赶紧把人带走。真相真的出来了？我觉得并没有这么简单。哪还有什么真相啊？现在我就想让他立刻消失在我的面前。等等，你说你要杀我爸，那为什么你动的却是我的车呢？你自己想清楚。我爸虽然没死，但如果你不把幕后黑手给供出，你一定不是坐牢这么简单，你一家老小都将会受到祸及。我说，其实我确实是受人指使去杀你的，指使我的人就是……我绝对不能让他让你害我丈夫！快叫救护车！一个杀人凶手有什么好抢救的？杀人凶手到底是他还是你啊？你真的以为我们不知道吗？你胡说什么呀？郑岩是我结婚30年的丈夫，我怎么会杀他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想杀的并不是他，而是云珍。胡言乱语！陆云珍是我的儿子，我怎么会杀我的儿子？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想杀我？难道就因为我挡了陆少廷的路吗？快30年，养条狗也该舍不得了吧？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对我动手吗？陆云珍，我可是你爸！你是吗？这20多年来，你有当过一天妈的责任吗？从小你就冷落我、疏远，等我长大，你更是对我不计一切的打压折磨，我甚至都不敢相信我是你的孩子。我别想着怎么解释了，我不在乎。等爸醒了以后，你跟爸解释。难道陆云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？不行，赶紧找人商量对策。医生，里面的人怎么样了？已经救回来了，但是病人送医院太晚，窒息时间太长，就算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也很可能醒不过来，变成植物人。云珍，你别着急，只要他们做了，就算没有这个人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别的证据。明明就差一点了，别伤害自己。现在爸还在昏迷呢，就算那人把柳素芳招出来，难道你真的要把你妈送到牢里吗？到时候大家都知道刺杀你的人是你妈，传出去，
对你也不好啊。这20多年来，是他对我无情在先，我已经忍受够了。何况这一次，他还阴差阳错的差点害死我爸，我不会再对他手下留情了。我要去做亲子鉴定，我要让人去把他这么多年做的事全部查出来。好，我陪你去。宁宁，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我可能会失去陆家的一切，你还愿意跟着我吗？我刚跟你结婚的时候，你不也一无所有吗？宁宁，谢谢你。宁宁，你终于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荣夫人久等了。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，荣夫人之前是说你的身体是有些不舒服，对吗？对，最近经常胸闷气短，可是我不想上医院。我的孩子，就是在医院。荣夫人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以后有哪里不舒服啊，都可以告诉我。我呢也有时间，随时可以过来帮你看看。多谢你。来，我帮你看看。这荣夫人怎么跟之前云珍的状况这么像？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荣夫人，刚刚想了点别的事情。荣夫人，你啊出现胸闷气短的状况，主要还是忧思太重。你呢要学会去放松自己的心情。我也知道，可是我的儿子一天不找回，我这心啊就一天也放不下。我自己也知道这是心结，可是我的丈夫他不放心我，请你过来，我只是想让他安心。能不能麻烦你，宁宁，帮我跟我丈夫报个平安？好。但是荣夫人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要好好配合我的治疗，按时吃药，按时休息。只要你肯帮我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如果你真的能治好我的腿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。看看，夫人，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你一句，你的孩子是怎么丢的吗？那是在27年前。孩子，都怪我弄丢了我的孩子，27年了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不是还活着。这也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自责了。你的孩子肯定还活着，上天不会亏待你这种好人的啊！您的孩子也不希望自己的母亲因为他这么难过。我也知道，可我就是忍不住。真的谢谢你，我也知道你最近都挺忙的，我就不耽误你了，让人送你回去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自己注意点身体啊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先走了。荣家的孩子是在27年前丢的，云珍今年也刚好27岁，看来我可以先帮他们悄悄做下鉴定，看看云珍到底跟荣家有没有关系。院长，柳素芳果然不是你的亲生母亲，这下你就不用对她手下留情了。不止如此，你再看看这个。什么？陆少廷也不是爸的亲生儿子？怎么会啊？如果你们两个都不是他们亲生的，那为什么妈要偏心陆少廷不偏心你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鉴定出错了？鉴定没有出错，陆少廷的确不是爸的儿子，不过他是柳素芳亲生的。这么说，是柳素芳出轨了？我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敢做出背叛爸这种事。不过我已经让人去查了，相信过不了多久就能知道陆少廷到底是谁的孩子。云珍，不管是做了人妻还是母亲，柳素芳都是不合格的。我相信你的亲生母亲一定是一个很温柔、很善良的人，她在等着你回归呢。不对，你这么说，怎么感觉好像你知道我亲生母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
不行，虽然我觉得云珍很有可能是荣夫人的孩子，但鉴定结果还没出来，还是先不告诉她了吧。我是觉得，你即便被养母不公对待这么多年，都如此宽容，对我也很好。你的性子肯定是随了亲生母亲，那她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。我每次看见荣夫人，我都会感慨，不知道我的亲生母亲是不是像她一样，因为丢失了孩子，伤心这么多年。云珍啊，就算你找不到你的亲生父母，我也一定会永远陪着你的。陆总，陆少田的身世已经查出来了。宋建中，你这个杂碎！宁宁，怎么了？云珍，快来医院，爸醒了。什么？爸醒了？好，我这就过去。我去医院，其他的事情你看着办。是，陆总。爸，你醒了啊，宁宁。哎，他们人呢？我已经通知他们了，您放心，他们一会儿就过来。郑言，你终于醒了吧？哎，让开！没看见我跟少廷来了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你什么你啊？你什么你啊？我们陆家人现在要聊家事儿，你个外人在这干什么？滚出去！闹什么闹啊？她是你大嫂，哪儿来的外人？爸，我和妈真的是有重要的事跟你讲，这个你们在这儿不方便。他们两个到底想做什么？难道又是想到了什么办法来对付我？不行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正好云珍和荣夫人的亲子鉴定报告今天也要出了，可以去拿一下。爸，我没事，我正要出去跟医生问你的身体状况，你慢慢聊，我先出去了。你们呢？宁宁既然已经嫁给了云峥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们怎么还把她当外人看，还把人给赶走了？哎呀，爸，这个女人跟咱们才不是一家人呢。准确来说，陆云峥根本就不是陆家人。混账！你胡说什么呢？哎呀，郑言，少听没胡说。陆云峥啊，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儿子。你要不信呢，你看看这份鉴定报告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云峥，他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孩子？消消气，听我跟你解释。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没事吧？陆云峥，别演了，你的秘密我们都知道了，你根本就不是爸的亲生儿子。爸，你都知道了。好，我就猜到了，你知道了这件事儿，是不是知道了你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，继承不了陆氏，所以他才故意制造车祸。你想害死我丈夫？爸，别听他们胡说，血缘关系这件事，我也是刚知道，但车祸这件事绝对另有其人。你已经调查过了，有个人知道真相，不过前几天被……郑言，前几天那个肇事司机已经被抓到了。但是正在审问的时候，他突然拿刀捅了那个人，现在那个人已经变成了植物人。他故意是为了怕我们知道真相，所以才杀人灭口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瞪着我干什么？妄图害死我的丈夫！我早就不想认你当我的儿子了。这次无论你再恐吓我，我也一定要戳穿你的真面目。戳穿了？刘素凤，我没想到你这么狠毒。你明知道我不是你和爸的亲儿子，那你把我养大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还在狡辩，你根本就不是陆家人，你害我爸这件事儿，我要和你追究到底。别说不是我，就算是真的，有资格追究我的也不是你吧，宋少廷。
疯了吧？你在乱叫什么？什么宋少廷？看来你还不知道这件事，那就让我好心告诉你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不是陆家人，实际上你也不是陆家人。闭嘴！陆云正，你给我闭嘴！少廷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这个话都是在骗你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被他骗的。陆云正，你不会以为你编出来这些瞎话，我就会信你吧？云正，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郑言，闭嘴！云正，你接着说。爸，既然他们已经把事情捅穿了，那我就不瞒你了。其实我和少廷都不是你的亲生儿子。你放屁！爸，郑言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好，我倒想听听，你怎么将这两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这件事给我解释清楚。好，我倒想听听，你怎么将这两个孩子都不是我亲生的这件事给我解释清楚。这都是他的阴谋，是他见自己不是亲生这件事被捅破，故意诬造少廷，也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以此来报复我们。要不相信，可以让少廷去做鉴定，在这个医院白个，到时候给这么一份鉴定报告就行了。就是，我可以跟爸做亲子鉴定。陆云正，你少污蔑我！不用这么麻烦，亲子鉴定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还有你背叛爸的证据。郑源，这不是真的，这都是他编造的。谢谢啊，这照片也是编造的。给他结婚30年，给他戴了20多年的绿帽子，你手都团团转，还要帮你给宋建荣养儿子。郑言，这都不是真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滚！带着你的私生子给我滚！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！怎么是这样的？我明明是陆家唯一的继承人，少廷，我怎么会是宋建忠的儿子？都是你！如果不是你，我的少廷就是陆家唯一的继承人。你给我去死吧！住手！你，没想到啊，你们为了对付一个老太婆，还竟然动用荣家的人来帮忙。荣家！原来是你抢走了我的孩子，是你让我们母子一别就是20多年，见面都不能相识，我到底跟你有什么仇？你竟然如此害我！我就是恨你们荣家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我就是要毁了你们荣家，我要让你们荣家没有继承人，我让你们荣家的儿子在陆家受尽折磨，变成废物。云正是我们荣家唯一的一个孩子，仅仅因为你的嫉妒，就将云正从我身边夺走。云正从小被你区别的对待，甚至差点失去了双腿，你好我的心呐！怎么，3年前云正出车祸的事也是你设计的？不仅如此，当年车祸时，云正的腿明明还有救，可就是这个女人在他的饭菜里下了药，让他的腿骨始终不能生长，让家里的佣人折磨他、羞辱他，整整3年呐！苏芳，云正虽然不是你亲生的，可你也养了他20多年了，你怎么竟敢下如此毒手呢？真是个心狠手辣的毒妇！现在就送他去警局！阿叔，柳四凤，你发什么疯？都不要动！谁敢动一步，我就掐死他！好，我不动。
但是你千万不要伤了阿叔。好，走。少廷，赶紧走，他不会对咱们好的。陆云峥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阿叔，阿叔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好。云峥，我的孩子。收夫人。云峥，我是你的妈妈呀。阿叔啊，你先不要着急，云峥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先让他缓一缓啊。云峥啊，我知道你现在还难以接受，但是我和阿叔已经找了你整整的27年啊。荣夫人，让我跟云峥说两句吧。云峥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太意外了，是我私自背着你们做亲子鉴定，我只是怕我的猜测不对，让你空欢喜一场，所以之前都没跟你说，对不起。你是说，我真的是荣夫人的孩子？嗯，对，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就是荣夫人的亲生儿子。云峥，你应该高兴吧？你的母亲这么爱你，她找了你整整27年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云峥，去跟他们相认。这20多年，是我不好，是陆家辜负了你。去跟荣家相认吧，爸，去吧。妈，云峥，对不起，都是妈不好，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，对不起。这不怪你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你不用自责。爸，爸妈，这是我的妻子顾青年。爸妈，宁宁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我儿子送到了我们身边。从今往后，你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。爸，是您养育了我20多年，虽然我现在找到了我的亲生父母，但您永远是我爸。好孩子，这些年你受委屈了，不过你放心，爸绝不会饶过他们的。老陆啊，你的身体还没好，你就安心养病吧。至于欺负云峥的那些人，你就交给我们荣家吧。好，少，你没看见对面都残了吗？你退什么呀？你个废物！少廷，吃饭了。哎呀，少廷吃饭了。滚蛋！看不见我忙着呢。建中，你回来啦？你为什么打我？都怪你！你把陆云峥给我弄死，还让荣家将他认了回去。现在连我的股权都没有了，你这个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女人，我打死你！宋建中，你为什么拿我出气呀？我说错了吗？你可不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吗？你放着陆家陆夫人不当，你出什么鬼呀？要不是你，现在我是陆家唯一的继承人，都怪你。连你也怪我？你为什么怪我？你可是我的儿子，要不是你，我能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吗？我还真恨不得我不是男。你这个混蛋！我女儿可是你们荣家的少妇，再敢拦着，信不信我让她把你开除了？哎，宁宁，哎，少夫人，他们两个吵着闹着要见你。没事，这里交给我处理。是。哎，宁宁，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跟爸爸说一声？最近在荣家过得怎么样？顾家虽然说比不过荣家，但是记住了，你只要受欺负了，尽管对我说，爸爸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太好了，爸，
正好我觉得荣家规矩多，我一个乡下长大的丫头适应不了。不如我现在跟云珍说离婚，我们马上回顾家。离婚？不行，你要是离婚了，那顾氏怎么办？坚决不能离婚。爸，你不是说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吗？怎么我一说过得不开心，你就阻止我？顾青宁，你别不识好歹，荣家这种地方，你能进来就已经烧高香了，你还敢嫌弃？我记得你应该是姓顾不姓荣吧？这么维护荣宗，难道还在想着怎么抢姐夫呢？真的是太不要脸了！娘娘，你不要生气，你妹妹说的也没错，她就是怕你一时冲动，错过了一段好姻缘。以前都是依依不对，今天我把她带过来给你道歉。爷爷，还不快给你姐姐道歉？我凭什么要给她道歉啊？之前不是在家跟你说的好好的吗？你如果不想嫁给王总，就跟你姐姐道歉。好，我道歉，对不起。娘娘，既然已经道歉了，那你们姐妹就和好。慢着，你们对不起我的地方那么多，就这么空口无凭的准备把前尘往事一笔勾销了，打发谁呢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也不想怎么样，只要你公开承认当年是你对不起我妈，还有顾依依是你的私生女，从今往后啊，就这件事情我就不计较。顾青宁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过分？说的是事实，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，反正我妈早就死了，顾氏的一切跟我没关系。顾氏倒闭了，我也不在乎。娘娘，我可是你爸，这种话如果传出去，我就是颜面尽失了。难道你真的一点父女之情都不念吗？你现在跟我谈父女之情了？当年你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怎么不谈？之前你让我嫁给陆家的时候怎么不说？顾国成，收起你那虚伪的嘴脸，根本就不配当我的父亲。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当初不把你嫁到陆家，你这辈子也别想跟荣家有关系。你现在敢跟我顶嘴了，我打死你个逆女！谁让你在我家动手的？陆云峥，陆云峥，云珍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？我今天听说顾氏有一项研究项目出了问题，不得已叫停，资金已无法周转。你今天上门就是为了这事儿吧？是这么回事。云峥，看在我是你岳父的份上，你帮帮顾氏吧。岳父？你根本没有把年年当家人看，这算哪门子的岳父？何况顾氏的死活和我们根本没有关系。顾总还是请回吧。陆总，荣少，是顾青宁这个女人先惹怒我爸，是她亲口说她不想在荣家待下去，她想跟你离婚，是她不知好歹，她配不上你。嗨你，她配不配得上，轮得到你来评价吗？你这么说，分明就是在离间我们之间的感情。以后禁止你们踏入荣家半。爸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丢人的东西，连个人都巴结不上。既然陆云峥不帮我们，你就回去等着嫁给王总那个老头子吧。凭什么顾青宁好运的嫁给陆云峥，成为陆家少夫人，我却要嫁给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？云峥，宁宁，妈，对不起啊，刚刚是我爸他们来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处理好了，以后啊，他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。你不用给我道歉，反倒是你受委屈了。你在顾家过得也不好，以后有什么事跟妈说，我们荣家绝对护着你。谢谢妈。外婆，最近感觉怎么样？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，我挺好的，你们就放心吧。我现在呀，就是着急呀，让你们呐赶紧给我生个曾孙子，我好没事在家抱着他。外婆，怎么又说这个？外婆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好好努力。这还差不多。当着长辈的面，你怎么没大没小的？有什么关系？这又不是在陆家，我们现在是在自己家，又不会有什么人跳出来阻碍我们的感情。喂，陆总，不好了，公司出事了。什么？
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有人暗中转移了公司财产，资金链被断绝，几个大项目被迫终止，有几家对立的公司还趁机打压陆氏，管理层也跳走了一大半，底下员工更是人心惶惶。陆总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别急，从今天开始，荣家将和陆氏正式合作，凡是跟陆氏有关的合作，都可以跟荣家合并在一起，互相解决。是。有查出来是谁在转移公司财产？没有，一切都太突然了，正巧又是发生在您回归荣家，陆总还在医院休养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查出来是谁在转移公司财产。公司这边我来处理，你让人去查。不对，宋建中呢？宋副总已经好久没来公司了，马上派人去盯着他。我感觉这件事情跟他脱不了干系，绝对不能让他跑。是。走，准备开团啊！磨叽什么呢？来，先打。哎，你要去哪？去出差，你少管。陆氏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现在外面闹得风风雨雨的，你出的哪门子差呀？你这个疯女人，少管闲事！哎，说，你是不是要丢下我们母子俩自己跑？少田，快拦住他！你这个疯女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让我给你顶罪是吧？啊？怎么会呢？你是我的儿子，现在陆氏的钱都在我这里，你跟我走，咱们爷俩去国外，重新开始。这他妈还差不多。嘿嘿，钱呢？嘿，钱呢？哎呀，少廷！宋建中，你这个畜生！少廷可是你儿子，你怎么舍得下这么重的手啊？什么狗屁儿子，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废物。现在我有钱了，还缺儿子，你们俩像牛皮一样，别再粘着我了。哎，既然你想抛弃我们母子俩，那你就去死！这是，哎呀少廷，你怎么样？陆总还活着，报警把他送去医院，绝不能让他这么便宜的死了。是。勋真，情况怎么样？人抓到了吗？抓到了，爸，公司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，等您身体彻底康复之后再去公司就行。好，云峥，这一次多亏有你呀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之前那个变植物人的患者醒了，说要见你们。醒了？好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听说你要见我们，你想清楚了？我想清楚了，陆总，我全都找。之前就是宋建中和陆夫人给了我钱，让我去弄坏你的刹车，想让你死。没想到车里的人是陆董，他们还抓了我的家人，威胁我，让我不供出他们。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哼，这对心狠手辣的奸夫淫妇！云真，别生气，急坏身子就不好了。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话。只要你答应我做我的证人去指认他，我就可以放过你的一家老小。你身为从犯，只要我陆家发话，你就可以从轻发落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我去作证。宋建中个老不死的敢打我啊！你就捅他一刀啊，真便宜他。哎呀，小声点啊！反正人已经死了。这2天风头过了，我马上就出国。我凭什么小声啊？人是你杀的，又不是我杀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要不是你，我现在还是陆家2少爷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吗？你还不如去自首，省得你连累。哎呀，少廷，我可是你妈呀！你让我去自首，就因为你是我妈，所以你更应该去自首。我可是你儿子，你舍得连累我？你，凭什么抓我呀？你们？是你们！前几天宋建中被发现在家中中刀昏死，
警方已经将凶手锁定在了你们身上，你们还是老老实实认罪吧。你胡说八道！老子当时都被宋建中打晕了，人是他杀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少廷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跟你爸一个德行。宋建中本来就是你杀的，我说错了吗？你们不就是设计杀陆云正的事没成功反目了吗？哎，他拿了陆家的钱，不愿意带你走，所以你杀了他。你们真是蛇鼠一窝呀！但是宋建中没死，这就是你一心偏宠的亲儿子。这种时候，连自己的亲妈都可以出卖，还真是没有辜负你这20多年来的溺爱。成顺吗？宋建中没死啊？还得多谢你的指认。你的儿子和你之前派去杀云珍的凶手都指认你跟宋建中。宋建中已经伏法，现在轮到你。走。苏芳，你当年假借怀孕要嫁给我这件事，是不是假的？没错，你到现在才想明白吗？陆正言，你养了几十年的老婆儿子都不是你的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可悲的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初我们柳家有难，你们陆家和荣家都坐视不管，彻底毁了我们柳家。在我13岁的那年，我的父母亲在我面前自杀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发誓，我一定要毁了你们两家。那都是老一辈的事了，为什么要把仇恨一直蔓延下去呢？陆振言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换作是你，我相信你只会比我更狠。哎，带走吧。我不懂，我不明白，你们两家都对我们柳家那么狠，你们都那么歹毒，可是你们的生意为什么越做越大？我不明白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苏芳，我听我父亲说起过你们柳家的事情，家道中落并不是因为生意上的困难，而是经营违法生意，家里的资产被查封。你们向我们借钱，想继续你们的违法生意，被我们拒绝。你胡说啊！带走。爸，没事吧？我们也走吧。爸，之前的事跟我没有关系，我是无辜的呀。你让我回陆氏吧，爸。别叫我爸，我就没你这样的儿子。这么多年，你就是我们陆家的绊脚石。我再说一遍，你是宋建中的儿子，跟我们陆家没有瓜葛。以后别再来打扰我的家人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！凭什么他陆云征运气这么好，成了人家人，而我活得像下水道的老鼠？哟，这不是我的情郎陆少吗？你谁呀？你这个狗男人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陆少廷，再跟我合作一次如何？你放心，爸这次只是因为柳素芳的事有些气闷，等他想开了就好。谢谢你，宁宁。你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去取车。好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干什么？当然是把上次没做完的事情继续了。陆少，这个女人就交给你了。不过这次总不能再出什么意外了。你出去吧。哼。陆少廷，我现在是荣家的少奶奶，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的话，君臣和荣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觉得你现在说这种话还能吓到我吗？一会儿好好配合，我还能让你享受享受，要不然你可遭老罪了。
会一直以为你就算再没脑子，也不会在一个女人身上栽2次跟头。没想到你比想象中还要愚蠢。云真说的没有错，真是一个又笨又蠢的蠢货。陆云峥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再敢骂我一句，信不信我杀了你？我骂错了吗？上次就是因为顾依依被爸夺了股权，这次他不过就是想利用你，拖住我爸跟云真，他好脱身逃脱。连顾依依这么简单的事你都看不出来，你不蠢谁蠢啊？陆少廷，我现在是荣少夫人，以爸跟云真对我的重视程度，你要对我做什么的话，他必定是会把此气撒在你身上的。到时候顾依依就可以趁机逃婚，不会嫁给那个姓王的，而你就会被终身关进监狱，甚至是死刑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爸前不久就给顾依依定了婚事，你要是不信我，就去问问顾依依，你看她心不心虚？敢骗我，我就杀了。你不会再故意拖延时间，等着陆云峥来救你？贱人，你敢耍我，也就让你好好尝尝耍我的代价！滚开！你放开我！住手！宁宁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没保护好你。没事，我没事，幸好你来得及时。你等我一下，等我去把他们处理了，我就带你回家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再动我的家人。既然你不听话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把他送到警察局，我要让他终身监禁，永远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是。你要抓我？不是被逼的，我是无辜的。姐姐，求你帮帮我！陆青宁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害的，你放开我！刚刚我真的以为你不会来救我了。我们回家吧，我不会再让你有这样的遭遇了。这条是我们荣家祖传的项链，你是云峥的妻子，请将它传承下去。从今以后啊，你就是我们荣家的媳妇了啊！宁宁啊，以后你要和云峥相互扶持，互敬互爱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外婆，我知道了。宁宁是我们陆家的继承人了，以后啊，你要好好的待她，不然我不会放过你。知道了吧？我肯定会对宁宁一辈子好。我想吃冰激凌了。好。哎，你们去哪儿？去吃冰激凌。